原文：知者弗言，言者弗知。塞其闷，闭其门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作其乐，解其分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浅，故为天下贵。白话：有智慧就不妄论，充实才能，关闭郁闷，共享荣耀，患难同当，耐心聆听，解除纷乱，如此深度同化，故而不可用亲疏离间，不可用利害分化，不可用尊卑区别，同心同德最可贵。有智慧的话，就无需多言，也不要妄论，王所做的一切努力，皆是为了天下大同。他以文明为桥，启迪诸侯，让各国能自立自强，不再仰赖外援，也不再心怀觊觎。当荣耀来临，与诸侯共享；当灾难降临，与诸侯共担。在朝廷议事之时，王需耐心聆听，公平审视，化解纠纷，解决困难，使人心归于和顺。如此深度融合，亲密无间，就再无法以亲疏挑拨，以利害分化，或以尊卑区别。唯有同心同德，方能成就天下大同，也是王天下者最该努力追求的目标。塞其闷，闭其门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作其乐，解其分。这段文字与错其对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表面相似，然而意涵却大不相同。错其对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讲述的是万物生成的原理，意在说明道之物的性质。它能交流，可解读，如光子、似粒子。这是对宇宙真相的知识传授，约出现在夏朝建立后300-400年间。而塞其闷，闭其门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作其乐，解其分，则诞生于夏朝中后期，大约建立后500-600年，出自一位政治家之笔。他或许无法完全理解觉悟者的宇宙真理，但能将其中精神转化为治理天下的智慧。只是我们必须分辨，这两者的出发点与用意并不相同。塞其闷，闭其门的意思是充实自身的才能，关闭欲望之门。这与塞其对，闭其门，终身不紧，起其闷，继其事，终身不及相通，也与弱其志，强其骨的道理一致。用疏导的方式，将有为的私欲转化为无为的公心，使天下受益。因此，本篇内容的精神承袭于古代政治智慧，而内容的样式又参考了古代哲学书籍。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作其乐，解其分，则代表了共享荣耀，患难与共，耐心聆听，化解纷乱。这也许正是夏朝与诸侯之间的朝政写照，而天下大同则是最高的政治理想。夏朝同化天下的王道智慧，并非征服，而是融合；并非以力服人，而是以德化人。或许这正是为什么华夏文明历经5000年而不坠，王朝虽更替，文明却未曾灭亡，因为
它早已在文化与人心之中完成了真正的一统。中华文明自伏羲而始，伏羲之世是中原的内陆之国，万物初定，人文兆兴，历经神农、轩辕的发展，文明逐渐成熟，直到尧、舜之时，彗星近地，落下大量水冰，即便身在高原依然是洪水滔天。这场世界级的大洪水席卷了整个人间。在这场浩劫之中，大禹临危受命，他积石手柔使文明延续，而导流向北使万物得利，缓解水势，化险为安，终于治水成功。诸国感其功德，推大禹为天下共主。共主之位，非王者之尊，而负天下治理之责；诸侯之职，非臣仆之卑，而是协力共治之意。于是，大洪水之后，夏朝由此诞生。朝意为朝会，诸侯朝见共主，共商天下之事。这种制度正是从大禹成为共主之后开始的。夏朝之前，中原各族以皇帝为始祖，称为轩辕氏，因此夏邦虽承虞舜之统，但性质已然不同。夏邦是天下共主之国，所谓余夏2000余年，其中余约700年为轩辕氏之后，夏朝约800年为禅让共主之治，夏后朝又延续400年为世袭共主之治，方有干氏之意，后羿之乱，夏桀之亡。当商汤取代夏桀，成为新的天下共主时，灭亡的只是夏邦这个政体，而非夏朝所同化的天下。文明的命脉从未断绝。然而，到了周朝，格局却变了。夏朝以天下诸国为诸侯，而周朝却以宗族亲信为封国，却将天下诸国皆视为蛮夷。于是，周朝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的说法，在明白人眼中就是个笑话。周氏诸侯视天下各国为蛮夷，甚至还鄙视过楚国与秦国，最终天下各国都成了敌国，而周王室也被秦国所吞并。大禹治水13年，虽完成了疏导安民的事业，但柴达木盆地的西海、各高原山谷的积水，每年春夏依然能造成洪涝灾害，而南海、东海、北海等广大平原的积水仍未退去。因此，是天下需要，所以有共主制度。谁能使天下恒无事，王位就会禅让给谁。于是，共主对诸侯有治理与照顾的责任，而诸侯对公主则有听命与协作的义务。这正是夏朝初期天下共生共治的根本原因。经过500-600年的长治久安，天下的秩序与文化逐渐稳固。然而，当风平浪静之后，共主与诸侯的关系又该如何维系？彼此之间该如何相处？从这篇文字中，我们或可窥见端倪。政治的终极目标在于天下大同，同化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。正因有了夏朝800年的长治久安，才让华夏文明的文化版图得以确立。3000年后的唐代确立了中国的势力版图，4000年后的清代
确立了中国的疆域版图。这一切的根基都源于夏朝的同化之功，若无此基础，便无后世的一统。因此，不论是秦始皇、隋文帝，还是宋太祖，换作任何人，历史的方向都将导向同一个结局。华夏文明曾有3次大分裂，第1次是东周，第2次是东晋，第3次则是晚唐。而周与唐的分裂，竟如出一辙。周朝自封诸侯，因幽王系诸侯，国威尽失，终至分裂为东周，诸侯争雄，天下大乱。唐朝则封樊震，因玄宗荒唐，至安史之乱，晚唐衰微，樊震割据，天下再度分崩离析。当天下离心离德，就会走向分裂。但无论分裂多久，华夏的文明终将再度归一，因为那条天下大同的道路，早在夏朝已深深刻进了华人的灵魂。从夏朝的柔性政体到清朝的刚性政体，中华的政治形态历经了由柔而刚、由生至死的变化。正如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恒任贤强。本该以民为本的政治，最终却沦为权力独揽的专制。这是文明意识从壮年走向衰老死亡，再至腐化腐熟的漫长过程。中央集权的刚性政体，有着高风险与高报酬的特质。若遇明君，如唐太宗，能在极短时间内创造极大成就；若逢昏君，如隋炀帝，也能在极短时间内使盛世陨落。随着文明意识的衰败，刚性政体终将金玉其表，败絮其中。只需10余艘蒸汽船，数千名水手，便能轻易击溃幅员万里、人口4亿的大清。因为那个社会的稳定，是以愚民与腐化为代价换来的假象，又何谈真正的稳定与自由？回望夏朝，它的政体属于柔韧的邦联型结构，政治的约束力大致介于前苏联与欧盟之间。苏联过于刚强，故无法长久；欧盟以利益为纽带，故终将随力而散。而夏朝却能延续800余年，其后的夏后又维系400年之久，文明血脉因而绵延不绝，直至今日依然生机盎然。这正是柔性政体的力量。以文化为纽带，以同化为根本，不是统一于权力，而是统一于人心。譬如今日的全球化，在西方眼中或许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，而在华人心中却潜藏着天下大同的憧憬。这份记忆来自远古太平的年代，深埋于每个华人的灵魂深处，不会因为时代更替、肉身消逝而失传。然而，真正的世界大同仍有漫长之路，如推背图第59象所示，那个天下大同的世界，或许还需1000年以上，方能在人间重现。